2012年，澳大利亚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，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伦理案。当年，警方在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农场发现了一个4代人共同居住的大家庭，足足有38人。这个把内部繁殖当成传统继承的乱伦家族，给世人带来了一个让人作呕、阴暗扭曲的故事。这个家族以一己之力达成了成就，我成了我妈的妈，我的儿子又是我的孙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。在这里，猫眼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影片开始之前，猫眼需要声明，因为案件让人太过震惊，新南威尔士州的儿童法院采取了罕见的措施，他们对外公开了案件的全部细节，但是涉及此案的孩子们则都用化名相称。2012年7月，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布洛瓦镇，7岁的纳迪亚第一次去镇里，她是偷偷跑出来的。因为穿得像乞丐，又找不到家人，她被当成孤儿。当地的儿童机构收留了她，给她办了入学手续，送到教室上学。所有人都想不到，眼前这个女孩竟然撕开了一场闻所未闻的10世纪的骨科案件。纳迪亚是平生第一次出入公共场所，她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奇。老师说了什么她都不关心，她满脑子都是八卦。课间休息时，她兴奋地扭过头和同桌说，她9岁的姐姐跟家人睡觉了，再过1-2年就该轮到她了。她还告诉同桌，我姐姐怀孕了，但不知道哪个哥哥是孩子的父亲。同桌听完惊呆了，他立马报告了老师，老师非常震惊，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。老师赶紧问纳迪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纳迪亚面不改色地说，这种事在他们家是很普遍的行为，他的哥哥也曾跟他干了同样的事。老师立刻报警来对纳迪亚的家庭进行调查。随着纳迪亚的描述和接下来的调查，一个几乎处于隐居状态、震惊世人的家族科尔特家族被人发现。当他们赶到纳迪亚家时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这一家将近40口人住在像难民营一样的肮脏帐篷和棚屋里，这里没有自来水、浴室或厕所，也没有任何卫生用品。接近之后，能闻到一股混合着排泄物气味的恶臭。用来做饭的厨具已经结块，冰箱里锁着已经腐烂的蔬菜，整片营地卫生状况极其可怕，甚至还有一只袋鼠正躺在床上睡觉。但真正让警方不寒而栗的是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，他们都穿着肮脏破烂的衣服，因为没接受过任何教育，所以很多孩子既不识字，也无法用语言进行清晰的表述。他们不知道怎么洗澡，也不会用卫生纸，平时就睡在粪便和尿液旁边。几乎每个孩子都有真菌感染，而且严重的营养不良。此外，还有不少孩子患有畸形、听力障碍、智力水平低下，并以堪称诡异的方式行走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一切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。要理清这个家族的关系，就要追溯到他们的曾祖父母一辈。1943年，曾祖父蒂姆出生在新西兰一个普通家庭里。5年后，妹妹琼出生了。兄妹2个产生了不该产生的情愫，还趁着父母不在偷尝了禁果。两人于1966年结为夫妻。上世纪70年代时，从新西兰移居到了澳大利亚。他们生下来7个孩子，其中夭折了2个，最终活下来2个儿子，3个女儿。在蒂姆和琼近亲繁殖的思想影响下，近亲结婚成了他们家族的传统。蒂姆不断向孩子们灌输近亲繁殖的理论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实践着这个理论。蒂姆还与大女儿朗达生下来4个孩子，与二女儿贝蒂生下13个孩子。3女儿玛莎与蒂姆还有2个哥哥，共生下了5个孩子。按辈分来说，这些孩子既是蒂姆的儿子，也是他的孙子。他们怀孕、生产都不允许向医疗机构求助，至于会不会有危险，没有人在意。为了让自己的3个女儿不停地怀孕，蒂姆几乎放弃了和琼的夫妻关系，每天轮流在3个女儿的床上睡觉。蒂姆还和自己亲生女儿生下的，理论上是孙女，血缘上是女儿的瑞琳生了个孩子，名叫金伯利。金伯利是蒂姆的直系女儿，她的妈妈是蒂姆的直系孙女，也就是说，金伯利变成了自己妈妈的妈妈。蒂姆的二女儿贝蒂，也就是金伯利的奶奶，和金伯利成了亲姐妹的血缘关系。他们之间如何称呼，外界无从得知，但猫爷光是把他们的关系梳理到现在就已经头大了。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的观众，可以按下暂停键，试试能不能理明白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以此为乐，
贝蒂的亲女儿佩特拉和妈妈成了情敌，为了救查理大打出手。根据纳迪亚和金伯利的说法，他们骨子里就认为内部繁衍天经地义，并且坚信自己以后的孩子也会是和家里人生的。整个家族就这样慢慢壮大到38人，里面的亲属关系包括祖父母、父母、儿女、叔叔阿姨、侄子以及兄弟姐妹等等，关系异常混乱，错综复杂，所有人彼此之间进行过各种形式的乱伦。在这个家族的所有女性并不在意和自己睡觉的是哪个人，时间长了，他们还养成了一个家族猜谜游戏。每次有人怀孕时，他们就用食物打赌，猜孩子爸爸是谁。尽管直到孩子生下来都没人知道真相，但他们不在乎。至于每个人具体和谁发生过多少次关系，以及自己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，或许连他们自己都已经说不清。他们觉得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只要是自己家的血统就好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，因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，科尔特家族就开始常常变换居住地点，在南澳、西澳和维多利亚州之间辗转，并最终迁往新南威尔士州。为了赚钱维持生计，家族中的男人们偶尔卖木柴，还有2个男人是工人，会出去干活贴补家用，而其他成员则基本不出门。镇上的人见过他们，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也从来没听过这一大家子人传来过任何嬉笑打闹的声音。人们对他们的印象就是脏臭。2001年和2009年，蒂姆和琼先后病逝，2个初代家长离去后，贝蒂成了家里的掌权者。他坚定地执行内部繁衍计划，直到警察突袭了科尔特家族的居住地，令人震惊的乱伦真相这才得以揭晓。包括贝蒂在内的几名家族的领导者拼命否认乱伦一事，还试图撒谎逃罪，表示这都是污蔑，只因他们曾和邻居产生过争执，所以邻居就到处散布谣言，想要抹黑他们这个家族。但 DNA 是不会骗人的，经过检测发现，家族中有几十名孩子都是乱伦的产物。科尔特家族中的12名年龄在5到15岁之间的小孩被代理他们的父母，一部分被送到寄养家庭过新的生活，还有另一部分则被送往医院，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进行心理治疗，并纠正他们不健康的行为。一些年长的家庭成员在这之后试图偷偷和孩子们联系，但都被法院成功阻止。而在照顾这些孩子们的过程中发现，他们最开始常常会表现出某种被驯化过的迹象，会对彼此或自己的看护者表现出一些出格行为，这都是过去那段黑暗经历留给他们的痕迹。不过好在这些习惯正随着时间逐渐改善。孩子们被带走后，科尔特家族的成年人们则分布在了澳大利亚各个不同的地区。相关人士称，包括 DNA 检测在内的一系列复杂的调查手续，使得想要对这些人提出指控，至少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。终于在2018年4月，8名年龄在29岁至50岁之间的科尔特家族成员被警方正式逮捕。而在去年的6月，更是有一名家族中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，指控自己的叔叔曾在自己17岁时强行发生关系。至此，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澳洲最严重家族乱伦史终于走向完结，成年罪犯们终将被法律惩治，而那些无辜的孩子们则将被抚养至18岁，从此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如不是警方介入，很难想象在封闭的成长环境，还有多少代人将被这种畸形的家庭乱伦思想残害。只希望这类历史不再重演，也希望科尔特家族中这些无辜的孩子们都能摆脱乱伦阴影，过上健康正常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知道哪些骇人听闻的伦理故事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